同学要嫁给意大利人了，就顺便规划了一场托斯卡尼的机车旅行。只有机车自驾才能好好的感受当地的风、空气的味道，还有阳光的热度。一个人从佛罗伦斯出发，结果大迷路，多花了1倍的时间才来到了第1站。号称千塔之城的 San Gimignano 保留了中古世纪用来监察敌军的14座塔楼，也是没有到1000座啦。传说中是要去罗马朝圣的旅人们的休息站。今天的 gelato 扣子还没用完，就在这边买了有名的得奖的 gelato。不要问我吃了什么口味，反正就是得奖的味道。身为孤独的骑士，我必须遵守约定，跟房东约好6点到。经过无数的魔法阵圆环，终于来到了锡耶纳郊区的住宿地点，仿佛回到了童年绿野仙踪的世界。这还有一些天光来古城锡耶纳逛逛。吃完了民宿老板推荐的意大利面后，我来到了著名的田野广场 Piazza del Campo， 是007量子唯一中一开始赛马的场景。因为长得像扇贝的样子，也被称作贝壳广场，号称意大利最美的广场。但不知道是时间还是日子不对，我觉得这边的人超少的，特别是夜色笼罩之后，我一个人走在无人的昏黑古城里，仿佛随时都会有吸血鬼把我拖走。越走越觉得发寒，吓得我连滚带爬的回到民宿乖乖睡去。民宿老板推荐了一条托斯卡尼经典路线 SP438。话说意大利的早餐非常的甜，老板长得像地球最后一个男人的男主角，典型的优雅意大利人，准备了丰盛的早餐，优酪乳、牛奶、橘子汁、砂糖蛋糕、巧克力饼干，完全没有咸的，狠狠的意大利甜食重击。这条老板推荐的路线非常的令人震慑，我想到小时候看的卡通《绿野仙踪》，可能就是指这个地方的景色，绵延不断的绿色山丘，道路沿着山丘蜿蜒起伏。只是这边是麦田取代了住在大王宫里面的人民，我可以想象，如果麦子成熟的时候，整片山丘都变成金色的模样，想必是另一幅美景。这边也有著名的斯伯之路，像是抽象画一般的绵延在绿色的平布上。还有不知名的开满一整片的金色花海，让我想到风之谷的纳乌西卡。在这充满童话故事的幻想中，仿佛会出现巨人缓慢地行走在这些丘陵之中，随着风飞翔的精灵，或者是载着巫婆的马车经过，骑着车子在这片山丘上起起伏伏，自己也融入了这片美景之中，久久不能自己。每栋房子跟道路都像是一幅构图完美的油画，我想把它们永远记在心里面。离开了绿野仙踪之地，今天的目标是远在天边的圣光之城哈西西。下一个停靠站是托斯卡尼的另一个小镇比恩扎。沿途都可以看到红色的罂粟花海，纪念世界大战中的死难者。意大利人开车都是飞快，我很不习惯道路没有机车道或是路肩，但后来想想，这应该才是正常的驾驶方法。机车应该也要把自己当作汽车一样，在意大利不会有汽车把你逼到路肩超车，而是把你当作一台汽车一样的对待。Non più drive
farfallone amoroso, notte giorno di torno girano。皮恩扎是一个小小可爱的古城，城区也是一条小小的街道而已，位于一大片麦田中间的丘陵上。我找了一间小酒馆吃了午餐，我问他们有没有是当地的名产，他端给我一盘炖大豆，还点了 Vino di Casa。通常小酒馆都会有他们自己的酒，还有意大利最有名的 Mozzarella cheese， 上面倒了不用钱般的橄榄油。我只能说这个豆子汤不是我的菜。Quella chioma, quell'oria brillante, quel vermiglio d'onesco color, quel vermiglio d'onesco color. Non più frai quei pennacchini, quel cappello. 从 Siena 到皮恩扎大概60公里，皮恩扎到今天的目的地 Assisi 还有100多公里，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特别的漫长。我在一般道路都尽力飙到90了，为什么大家还是若无其事的超车我？不愧是赛车的发源地嘛！与其在大马路，在这种乡间小路，我反而觉得自在。经过了一座超大像海一样的湖泊 Lago d'Arcimeno， 感觉比一个新北市还大。终于到达位于 Assisi 山脚下的民宿，民宿主人是一个老先生跟老太太。老先生一开始还刷卡有问题，让我陷入困境。他们的猫很可爱，很傲娇，被摸的时候爽得跟什么一样。会选这么远的 Assisi 当住宿地点，是因为这个时间刚好是他们的庆典。为什么有柴火？要烧女巫吗？这个连续3天的祭典，我在网络上查的资料也不太懂这个祭典要干嘛。反正先来了再说。一来到镇上，发现很多古装人，而且街上有很多奇怪的布置。因为我是城堡控，就先跑到了 Assisi 最上方的毛焦类古堡 Rocca Maggiore。从城堡外面可以往下看山谷中的平原，让我有一股身在魔界中的米纳斯提利斯的感觉。在金色夕阳下，仿佛看到甘道夫在帕兰诺平原高举手电筒的英姿。过完幻想影头，下山了。一个都是意大利人的小镇，来了一个东方脸孔的帅哥，大家居然都视而不见。反正我不尴尬，应该就没问题吧？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大家族在准备过年拜拜，忙得要死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一个美国人，坐在你家看电视一样。回到举办庆典的场合，在一座古老的罗马神庙前，就像是哈利波特的比赛一样，有2个阵营，墙上也挂2种颜色的旗帜，然后他们开始踩高跷，而且我看不出来是要比赛还是要干嘛，感觉很认真，但又好像很随便。后来我闷太久了，而且又很累，回家的时候发现本来的路都被封了起来，城镇的某区正在举办某种仪式，而且每个入口都被封起来，严加防守，整区完全停电一片黑，里面有红色的火光，难道真的要烧女巫吗？还是有什么禁忌的仪式？最近刚看完之后，有点庆幸我没有那么铁齿跑进去偷拍，小命还在。今天的早餐我非常的满意，因为有火腿跟鸡蛋。我真的不能吃传统的意式早餐啊！离开民宿，老板娘热情，还跟我合照。吃早餐时候也跟我用综合语言聊天。我记得她说，一点点西班牙，一点点意大利，一点点英文，没问题的，我们都这样。我们相视而笑。第3天的住宿地点在 Ladda in Chianti， 回程又经过这座大湖，大湖旁边有一座狮子城，怎么能错过呢？
沿着城堡的废墟爬了一圈，中庭已经变成橄榄树园。个人是觉得可能在城墙外面拍张照片就可以了，这样爬楼梯真的喘。接着来到阿雷佐，这边是电影《美丽人生》的场景。我在这边吃了有名的松露意大利面。地图上看似很短的距离，从阿雷佐到 Chianti 区需要经过一座山脉，沿途都是小心跳出来的路的警告标示。不过地图上感受不到的原始森林区域。Chianti 区就是一座在森林里面的葡萄园区。我在找民宿的时候迷路，差点闯进别人家。摩托车骑在类似爬山步道上面摇摇晃晃的时候，眼前的景色让我恍如隔世。在浓密的树林中，金色午后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落下，我的眼前是一只比我摩托车还大只的鹿，距离我5公尺，几乎触手可及。它悠闲地伫立在斑驳的树影之中。我们两个就像是初恋情人般的相视着，那一刻就像永恒一样。等我想到要拿相机出来拍的时候，它已经消失在眼前。在这之前，我都以为小心跳出来的路的警告标识是骗人的。我开始怀疑这盘炖牛肉其实是鹿肉。今天的晚餐感觉普普。一个人参加魔女的茶会。最后一天，从 Chianti 到 Firenze， 沿路都是葡萄园。这4天3夜的风景，从荒野到小麦拼贴的田园，再到森林里面漫游，最后是葡萄园丘陵。托斯卡尼真的是这次意大利最棒的旅程之一，待个1个月应该也没问题。回到台湾，想起这些日子，总会感受到冷冽的风，小雨滴划过脸颊，太阳晒身体热热的感觉。还有一路上不知名的棉絮缓缓地飘散在半空中的模样，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用摩托车旅行的原因。按下离合器，一瞬间引擎变得安静，像是纳乌西卡一样飞行在大地上的模样。Serio。好了，不要玩历史古城。欢迎来到裸男之城。不要瞎掰好吗？返回主城，马上跟朋友去吃著名的佛罗伦斯牛排，一份都非常大，但这间真的是太血腥了。隔天再去吃另外一间台湾人推的，超好吃。因为之前在罗马参观过梵蒂冈的博物馆，逛了6、7个小时吧，
我现在对所有的展览免疫。佛罗伦斯超多美术馆跟艺术品，虽然经过著名的百花大教堂，也是经过而已。佛罗伦斯最著名的就是大卫像，真正的大卫像是在美术学院里面，但其实整个城市布满了大卫像。随便走几步就会看到一尊跟 7-Eleven 一样，并没有。整个佛罗伦斯布满了雕像，所以我才说是裸兰之城。但是那个鸡鸡异常的小。整个佛罗伦斯我最喜欢的景点就是 Ponte Vecchio 老桥，老桥横跨亚诺河，非常的优雅缓慢跟 chill。金色的夕阳在河面上反射着金光，对比岸边熙熙攘攘的游客。外形像是一座房子一样，跟《冰与火之歌》的某个大桥场景很像。我之前看到就很怀疑是老桥加上罗马桥的概念。市场里面的牛肚包超好吃，大推。我还是喜欢一个人在古城墙上面吹着风，晒着温暖的太阳，一边吃着沾满巧克力酱的饼干。